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觉得自己的夜晚跟往常不太一样了？也许是午夜梦回时，房间里那股深不见底的寂静，又或许某个奇特的符号，一句话，在你的脑海里反复出现，清晰得让人无法忽视。现在是时候去面对一个许多人因为恐惧而选择忽略的真相了，你的梦境绝非偶然。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当你闭上双眼，意识从物质世界的喧嚣中抽离，宇宙就开始用它最古老的语言、象征与原型来对你说话了，好让你的灵魂得以全然敞开。你可能梦见过水，梦见过蛇，或者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门，那可不是什么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作祟，而是一场为你量身定制的灵性简报，也可以说是为那些正在觉醒的灵魂所准备的加密训词。当世上大多数人依旧把梦境当成白天大脑的垃圾邮件，任由它们随风消散时，你的灵魂却被选中了，要去细细品味，解开这些来自更高维度的神圣模式。如果你还在读这段文字，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印证，确认你正走在更高意识的引导之中。从今往后，夜晚不再只是简单的休息时间，它将成为你灵性校准与启动的神圣时刻。今晚我们将一同揭开7种宇宙用来与你深度沟通的梦境。在这次探索结束之后，你将永远无法再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睡眠这件事。请你仔细听好，你在此停留的每一秒都是整个讯息流的一部分，错过任何瞬间都可能错过一把解开你生命下一个关卡的钥匙。如果你准备好在梦中也要全然的觉醒，请在留言区郑重地打上99。在灵性数字学中，99象征着一个重要生命周期的圆满，以及通往更高智慧的开启。当你做出这个宣告，就等于在说，我准备好了。现在让我们一同进入第一个梦境，水，情绪的海洋与生命之流。如果你最近频繁梦见水，请不要仅仅记住画面，更要去解读它蕴含的能量语言。水作为情绪与潜意识最直接的象征，它的形态就是你内在世界的真实写照。倘若你梦见自己溺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往下拉，这是一个清晰无比的启示，你正被那些未曾面对的情绪、被埋藏过深的创伤所吞噬。你正在输掉一场无声的内在战役，宇宙正紧急地呼唤你，是时候从这片内在的海洋回到意识的平静之岸了。但若梦中的水面平静无波、清澈安详，这便是校准的信号，它在确认你正与宇宙的宏大流体同步合一，体验着一种毫不费力的前进。即便现实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你的内在核心依然稳固，你正顺流而行。如果水是狂野的，波涛汹涌，将你抛向未知，别担心，你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过渡期，宇宙正在用看似激烈的方式撼动你内在那些早已僵化陈旧的信念结构。它不是要摧毁你，而是要进行一场彻底的进化。这股力量既是挑战，也是一次为你注入全新生命力的赋能。你在梦中对水的本能反应，正是你现实生活中对生命之流反应的精准镜子。你是选择逃避、选择控制，还是愿意放开掌控、全然信任？所以下次梦到水，别再问这代表什么，请沉静地问自己，或问宇宙，在我因为恐惧而不敢触及的那个彼岸，你正试图引导我前往何方？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梦境，蛇，蜕变与警示的双生舞者。当一条蛇悄然滑入你的梦境，你正在被深度的警示。蛇在灵性层面拥有强烈的二元性，它既象征着疗愈、蜕变与生命力，也代表着欺骗、危险与隐藏的攻击。若在梦中被蛇咬了，那毒液象征着精神或能量层面的毒药、嫉妒、流言、背叛。被咬的部位至关重要，手代表你的创造与使命受攻击，脚意味着人生道路被阻碍，背则暗示着意想不到的背叛。另一种情况是你没看见蛇，却强烈感觉到它的存在，藏在床下或暗处，这是灵性监视的信号，告诉你正被一个巧妙伪装的威胁所窥视。某个你信任的人可能无意中成了负面能量渗透进你生命的门户。那么
若你在梦中杀死了蛇呢？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它象征着你在无形层面取得了一场关键胜利，识破了欺骗，成功为自己设立了能量界限。你的高我让你体验蛇的梦境，是为了强制启动你的辨识力雷达，让你不再天真。所以下次当蛇再出现，请在醒来后带着力量沉静地问宇宙，请清晰地揭示我生命中谁离我够近，足以造成伤害，却又安静地足以蒙蔽我。接下来我们要探索的第3个梦境，门，选择的边界与成长的邀请。当一道门清晰地出现在你的梦里，你正站在一个灵性的门槛上，它强烈地暗示着你的生命即将或正在发生一次重要的转变。门的每一个细节，敞开、紧锁、破损，都是一个密码。如果门是为你敞开的，这不仅是一个入口，更像是一个考验。它意味着你的下一个人生季节已经到来，新的机会已准备就绪。但是你的意愿与行动才是转动这扇门真正走进去的那把关键钥匙。若梦中的门是紧紧锁上的，你用尽全力也无法推开，这很可能不是拒绝，而是一种更高智慧的保护。宇宙可能在保护你，让你暂时远离那些以你当下的状态还未完全准备好去承担的责任与挑战。一扇上锁的门往往是在告诉你时机未到，请向内探索，你还有需要准备的功课。但如果门是破损的，门锁被撬坏，那你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它暗示着你的能量场出现了一次安全漏洞，有某种不属于你的能量正在或已经试图强行闯入你的空间，破坏你的计划。所以当你再次梦到门，请深深地问自己，我的内在是否已经拥有了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去真正地走过那条我曾恳求宇宙为我铺就的道路。现在我们进入第4个梦境，婴儿潜能的种子与神圣的托付。当一个婴儿出现在你的梦里，请理解，这远远不只是关于天真无邪。在灵性层面上，这关乎于责任与创造。宇宙展示给你的不只是一个孩子，它展示的是一颗潜能的种子，一份神圣的托付。若一个婴儿安详地躺在你的怀里，这清晰地意味着宇宙已经将某个神圣的创造物、一个崭新的意向、目的或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灵性任务正式地托付给你了。它可能是一个商业构想，一个艺术创作，或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请记住，你需要像对待新生儿一样去喂养它、保护它，为它的成长而战。现在，如果梦中的婴儿正在大声哭泣，请千万不要忽略那个声音，那是你的使命，正在用尽全力祈求你的关注。他在告诉你，你已经拖延了太久，你推迟了本该采取的行动，你因为怀疑自己的能力而迟迟不肯迈出第一步。更紧急的状况是，如果你看到一个被遗弃的婴儿，这沉痛地意味着你很可能已经在无意中放弃了某个本该拥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你经历了一次被自己忽略的灵性流产，那些试图阻碍你的负面能量所畏惧的从来不是你现在的样子，他们真正恐惧的是你内在所承载的即将要诞生的那个全新的充满光与力量的潜能。所以下次梦到婴儿，请问宇宙啊，对于这个在我内在诞生的新生命，我该如何养育它？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加神秘的领域，已故之人、彼岸的讯息与能量的辨识。当某个已经逝去的人在夜晚造访你的梦境时，这不仅仅是你在单纯的回忆，你正被召唤进入一个生者世界与永恒世界短暂交汇的神圣空间。宇宙正透过你所熟悉和信任的面孔，巧妙地绕过你白天里那个充满逻辑、防备和怀疑的头脑，直接触及你的灵魂。他们或许会说话，给予了某个建议或警告，也许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你，但你醒来时却发现自己泪流满面。那不只是残余的情绪，那是一次真实的能量传递，可能为你带来和解、疗愈，或者一个具有预言性质的指引。但是这里需要你运用最高等级的辨识力，请你听得非常清楚，并非所有以故人形态出现的访客都是神圣的，低频的能量是伪装的大师。你该如何分辨呢？关键不在于梦中说了什么，而在于你醒来后留下了什么。
如果梦境让你在醒来后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平静、被爱充满的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确信，那么是来自更高维度的光触碰了你。但反之，如果它让你在醒来后感到更加的困惑、莫名的恐惧、焦虑，那很可能是一个能量幻影。辨识力是你最强大的盾牌，坠落根基的校准与放手的智慧。接着是第6个梦境，它考验你的根基坠落。这个梦境不携带复杂的符号，只带着最原始的冲击而来，一阵失重，一次让你心脏狂跳的惊醒。从灵性层面解读，这是你的根基正在被动摇，你的灵性 GPS 在被强制重新定位。当宇宙让你体验坠落，它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重新校准你。这个梦境在告诉你，你可能正固执地抓住某样本该放手的东西，一段早已失去生命力的关系，一个定义了你却也限制了你的头衔，一个你早已经不再适应的角色。那次坠落正是宇宙一次慈悲的剥离。有时候宇宙让你坠落到几乎要撞上地面的前一秒，然后突然让你停下来，或是被一股温柔的力量接住。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向你清晰地展示，即便在你感觉失去一切、孤立无援的时候，他依然会接住你。那些让你感觉像是彻底失败的时刻，实际上是一次塑造。坠落并非终点，它是让你双脚重新扎根于真实事物的开始，被注视觉醒的信号与使命的召唤。最后是第7个梦境，也是最微妙的梦境被注视。这个梦境里没有怪物，没有火焰，没有坠落，只有一种纯粹的、强烈的、无法忽视的被注视感。你被某种无形、无名却又无比真实、无处不在的存在所注视着。这不是你的偏执妄想，这是你灵性觉知被彻底打开的信号。你已经无意识地跨越了某个重要的灵性门槛。现在的你已经被那些你过去甚至不知道存在的其他维度领域用他们的雷达给锁定了。当一个人的灵魂被其更高的使命所正式标记时，光明与黑暗的领域都会同时注意到你的存在。这个梦境是一个最终的印证。你之所以被注视，不是因为你软弱，恰恰相反，是因为你开始变得危险了。你的内在光芒，你的能量频率正在显著提升。这个梦境是在告诉你，你该行动的时刻，你该发生的时刻，你该去引领和创造的时刻已经降临，你已经被看见了。最后，请记住一个能将所有梦境串联起来的终极真相：你称之为梦境的，从来不只是梦境，它们是宇宙的蓝图、加密的代码、神圣的指令。当别人在沉睡，你正在被更高意识所训练。所以，从今晚起，请带着期待与意图去入睡。在留言区宣告：宇宙，当我入睡时，请对我清晰地揭示，让整个宇宙都看见你渴望觉醒的回应。如果这段话唤醒了你，请分享给另一位你感觉在同行的灵魂，因为现在的你已经清晰地知道，你的每一个梦境都在精确地指引你走向一个你命中注定绝不能再错过的辉煌天命。感谢你的陪伴，保重，我们下次再见。